好，接下来关心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这个太空方面，难道现在也是擦枪走火了吗？这次亲自点火的人是马斯克。我们来看到的是 SpaceX 旗下他的星链工程的副总裁，在这个此刻突然间出来指控中国大陆，在12月9号这天，他说呢，大陆啊，你发射了这种民用的卫星，而且你在发射之前没有跟我们的卫星做协调，所以导致呢，你们的民用卫星极为靠近美国方面的这个星链卫星系统，最近距离他形容甚至只有200公尺，他认为这个叫做死亡距离，随时可能变成碎片的一个死亡距离。那这一次 SpaceX 特别点名到的大陆的公司，其实就是这一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科宇航这间公司哦。那它是由利剑1号火箭呢，当时它一次是发射了大概有送上了9颗的卫星，其中特别关注到这1枚的卫星跟星链卫星当时是擦肩而过的，在560公里的轨道高度跟星链卫星擦肩而过。好，这是来自于美方对中国大陆的指控。当然了，大陆听到这样的指控之后，他也回呛了回去。对于美方，他说呢，你过去还不是一样，星链曾经多次的接近大陆的空间站，那么对我们的航天员的生命也构成了威胁。他还认为说，美国还是应该是你在碰瓷才对吧？针对这一起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委员怎么看？对，很显然的，这个 SpaceX 哦，包含 Elon Musk，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刻意的大做文章了哦。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太空虽然很大，但是也没大到可以摆这么多东西在里头。现在我们的太空其实已经很拥挤了哦，就大家以为现在太空最多的是卫星吗？不是，太空现在最多的是太空垃圾、太空碎片，最多哦，数量远远超过卫星。那你回过头来看，太空已经相当拥挤的情况之下 ，SpaceX 它当时的计划是什么？它计划要射上去12000颗卫星，做它的星链计划。然后从12000颗，最后要拓展到42000颗。现在已经射上去大概将近7、8千颗了。所以太空不是马斯克开的，好吗？就是说，不是说你射上去了之后，太空都是你的了哦。那么别人要射上去的时候，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之下，当然难免会发生这种状况。就像中国大陆说的，先前他那么靠近天宫太空站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没有跳起来这个批判他，他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大惊小怪。更何况中科宇航后来也有发表过说明，他说他们发射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看过这个空间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把它射上去哦，就是大概他们叫做有个窗口哦，就你射上去的一个窗口，那么你才能够让你的卫星射上去。那么这个 Elon Musk 或者是 SpaceX 现在抱怨的是这个卫星已经射上去了，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干中科宇航的事情。如果说那个它那个火箭经过了你的这个星链，你还说得通。人家已经把火箭射上去，把那个卫星都已经布在这个轨道上了。那在卫星的运动过程当中，跟你就算接近一点，那又怎样呢？我说过，太空很挤就是说，凭什么你这个星链就可以摆在那里，先占地为王，人家就不能经过你旁边？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哦，就是大家知道星链的这个卫星的设计哦，其实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操作模式哦，因为它的这个轨道哦会逐渐的越来越接近地球，所以呢它3不5时呢它就要调整。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说星链的卫星射上去之后，它在那个轨道上就这样乖乖的转，不是啊，它3不5时它要动态的调整一下。所以在你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人家的卫星怎么知道你这颗卫星要不要调整呢？所以我要讲的问题就是说，未来这种情况在太空当中一定还有很多。星链现在不过8000颗，它就已经在这边跳脚了。等你真的射上42000颗的时候，又不是只有你会射，别人也会射啊。那整个太空都是卫星、太空垃圾、太空碎片的时候，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都很难讲了。好，确实在这一场冲突发生、意外冲突发生的之际，我们来看到，所以中科宇航这一间企业现在也被大家拿来做讨论，特别是因为这是中国大陆政府非常重视的一间企业。它是谁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它其实成立在2018年，第2大股东就是中国大陆科学院。那它当时呢，也为中国打造了第一个商业用途的一个发射台。这一次它特别有一个厉害的技术，就是被点名的是它的利剑1号，今年完成了1箭7星的任务。导播来带我们看一下它具体有哪一些硬实力。好，
画面上一点一点的，这非常多，因为比较复杂一点，我把它列出来，包括了多芯堆叠适配器等等。好，重点来了，它的这个性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来看到第一个，每公斤发射成本可以压到10000美元以下；第二个是未来单次的发射也可以超过达到了50颗的卫星。一箭七星，我们要来看它背后到底克服了哪一些的技术难关。刚刚说了嘛，未来单次发射可以高达50颗的卫星，这样可以改变整个商用市场，重新改写嘛？将军怎么看？未来当然所谓低空轨道的经济是现在各国有太空能力的人都在争取，因为在太空中的卫星它可以做很多工作，除了军事上的任务之外是在商业上面来讲，比如说气象通讯卫星或者是通讯类的，或者是网络类，甚至于科研方面有很多项。所以这是中国发射上去的卫星里面9颗里面有6颗是中国自己的卫星，另外有3颗是别的国家委托它来发射的。包括我们台湾有时候也会委托别的太空公司来帮我们发射卫星，比如说我们的福卫这个太空卫星也是委托别的国家来发射嘛所以未来太空之中卫星确实是很庞大一笔商机，但是这卫星发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如果说一支火箭来讲，一次上去只能发射1颗，那你去看以马斯克现在来讲，他已经上去了大概所谓3400颗卫星这个2025年甚至已经到13000颗那么多，那你是不是要发射13000枚火箭才可以达到这种数量？当然，如果说是一次可以上去10颗来讲的话，当然就可以发射1300次，就可以达到这个部署这么多的卫星。那中国来讲，它当然要设法降低我的成本。既然是商业的行为，我当然要考量到我的成本要多少，我当然要考量我的成本能够降低。所以这些卫星发射你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个卫星发射以后，它到达低空，因为你越高，你要用的火箭的燃料会越多，所以它大概到太空以后它就这支火箭就回来了，然后里面这些卫星自己就会升到它自己所望的高度去。它用什么方式？用电的力量将它升到它所望的轨道那个位置所以这颗火箭它已经回来48小时了。那你到底说你美国的卫星在经过是谁的错？那一定是美国的错嘛，这毋庸置疑的。那为了降低成本，当然大家就各自想办法。美国的猎鹰9号，它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回收这火箭发射上去以后，我回收回来，我下次还可以再发射再用那中国用了什么？就是这个是不是用比较大型的火箭？中国现在也在研究了，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火箭可以回收，但是目前最近的一次实验好像失败了，没有成功。可是以后来讲继续努力，所以一次发射可以带越多卫星，当然我成本越低。那我想中国你要发射越多，当然你的火箭体积要更大，载重要更重。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马斯克的猎鹰9号，它越做越大，然后发射数量越多，而且能够降低成本。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发生这种意外，我认为责任在猎鹰公司了，因为人家已经上去48个小时，你在经过，那么多的卫星，以后怎么避免碰撞呢？地面上面避免碰撞就用红绿灯嘛，对不对？车子互相装红绿灯，那太空之中飞机互相避免碰撞，发生碰撞危机是用什么？用航管那当然以后太空之中这些卫星是不是也要有类似这种机制？我觉得必然会要做到的。各个国家在太空的卫星，你要升轨或降轨然后一定要有一个管制的措施，不然的话，万一发生碰撞，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撞到太空站，当然会对太空人造成生命的危害。那撞到卫星来讲的话，也对整个成本消耗会很大。所以是不是要研究将来有一个太空的航管的一个机制在运行？好，我们现在看到目前这个是在中科宇航他们的目标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要降低它的卫星发射的成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它现在另外还宣布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它要投入在太空旅游上面，而且还要把这个太空旅游，第二个要让它完全的商用化。它计划2028年就可以正式载人太空边缘的旅游，那2027年2年后，它预估就可以立刻展示首次的飞行规格，它更是列出来说。它要类似 SpaceX， 我们也看到它的规格请导播帮我们看到 CG 列出来。他也说呢，每一次7名乘客飞行10分钟，穿越100公里卡门线，体验3分钟，价格门票是200到300万元人民币。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这个是大胆的计划，中科宇航。但是我跟你讲，它跟马斯克不一样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是国家的股份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他说明年开始要太空飞机要升空，然后后年开始载人了。为什么？针对富豪卖票了。我告诉各位，这个它的前驱叫做维珍航空，大家知道吗？维珍航空的太空飞机，它是因为是英国富豪布兰森，他在10几年前就已经，他现在已经卖了800张票了。他一张票是大概25万美金，后来比较贵，变50万美金了。那他现在中科宇航是准备明年就开始卖票了，也吸引太空富豪来。那太空富豪你知道他们上去干什么吗？这一趟飞行只有10分钟啊，让你体验经过卡门线。卡门线在哪里？离地100公里叫卡门线。你越过卡门线之后，你就有3分钟你就失重。